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万万不敢相信。在贵州之巅，悬浮着一座由天地锻造的石拱桥。这座天山桥下，竟凌空建有一座红色的房子，甚至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在上面坚守了几十年。桥从山巅到山畔，高低落差数百米，这也是一座最像石拱桥的天山桥。桥身和两边的桥翼浑然一体，构成跨约40米、宽约25米、高约35米的桥拱。而这个天山桥山脚下，还有一棵几百年的银杏树。这棵百年古树，它就像仙桥山的守护神。那么现在就跟我一起爬上这座天上宫爵，去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立星河图，我是三立。我现在的身后呢，就是贵州瓮安那个传说中的仙桥山。看到山顶那个巨大的桥洞了吗？还有洞底下若隐若现的红房子，那是一座建在桥洞里的庙宇。据说啊，在上面呢，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在上面坚守了几十年。他每天早上上山，下午下山，不管风吹雨打，一直坚守着。而我今天呢，就要爬上这座天上宫爵，踏上这座天然的天山桥。话不多说 ，Let's go！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，我是已经爬到了半山腰，下面呢是有一个村庄，我们是从底下那个村庄过来的。哇，你们看，这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银杏树。这一条路呢，上去就是去仙桥山那个路了。哇，你们看这棵古树呢，它越走近越震撼。然后这里呢还供奉了一些有观音和一些神像。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些财神。其他的我感觉也有点像罗文化呀。哇，这个树在这底下还可以乘凉，太漂亮了。哇，你们看这个树，非常的大，感觉呢可能要10多个人才能抱住它。然后呢，这个树好像有它上面啊有个牌子，标注了已经200多年了。我觉得这种银杏树啊，特别是在秋天的话，它是特别有意境的。然后银杏树呢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树之一，还有枫树。你们看，这个古树底下呢，还有一个神坛。先拜一下。可以看到，这个供奉的神像呢是文财神。一般呀，在我们这边呢是常将古树和财神供奉相结合的，认为古树呢有灵气，搭配财神啊可寄托招财保平安的愿望。在我们这边中国呢，大部分的一些几百年的古树下面啊，都会有一个神龛。会供奉着一些财神呀，还有一些土地公什么的。我个人觉得，这个仙桥山呢，它上面那个桥洞啊，就像一个天然的手把手一样，那个手把手就刚好提着这座山。看这边呢，也是供奉了一些神像，也是头戴官帽的。
你们看，这里呢还有一块石碑，这个石碑啊有关于这座仙桥山的简介，上面写着：仙桥山俗称望洞，又名穿云岩。仙桥石室，山高数百仞，土山带石，中空卢桥。瓮安县志带，瓮安县志。桥孔高24米，宽呢43米。明初啊，张三丰曾在此炼丹拟豆，留有葫芦井、炼丹室等遗迹。明万历29年，也就是1601年，贵州巡抚郭子章亲临，并在此仙桥石上磨牙手书“波澜守景”4字。今已泯灭不变。仙桥石上呢另有磨牙，桥原即是刻于乾隆18年。但是看到这个上面的简介啊，我还记得这里还有一个传说，就是这个天生的这个天生桥啊，它上面那个洞呢是被张三丰是一怒之下一拳给打出来的。你们觉得这个传说是不是特别的有意思？哇，你们看，这里呢还绑了这个树上绑了很多的红色的彩带。这些红色的丝带呢，代表了每个百姓的心愿，还有信仰。你看啊，这里一路都是，这都是一些起伏的丝带呀。可以看得出来呀，这个天生桥底下的庙宇啊，是非常香火是非常的旺盛。啊，你们看了，这里呢有3个神坛，里面呢也是供奉了一些神像、财神呀、观音呀等这些。看这里望上去是不是近在咫尺了？这边呢又有一大片的这种野菊花，上面还有很多那些蜜蜂在上面采蜜。哇，你们看，我们现在这里看到了，已经是供奉土地公、土地婆的神堂了，这就说明啊，我们离终点很近了。哎呦，哇，你们看，我们到了。看了，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桥洞。走在这上面，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会有传说，说是仙人张三丰一锤打出了这个天然的桥洞。看了，这里呢，这座红房子就是一座寺庙，上面写着仙桥寺庙。哈。问你们是哪里的？我们是湖南的。对，湖南的。湖南。湖南的。对啊。还在医院哈。你贵姓？那个？啊？我姓王。你姓王啊？我姓李。
啊？哎，欢迎狗呀，是吧？嗯，怎么了？我也姓王嘛，哦，你也姓王？家里人。对呀。回家你们是？王家族就是江西嘛，啊。做嘛，好。做嘛做就休息了。他主要是来看这些神位，这我神啊，爷爷是长期守在这上面吗？他天天都要来。我天天来嘛，哦，你是每天都要来在这里守庙的是吗？哎，这我的神位了，卖点香啊，有时候会住在这上面吗？哎，我住来走走，他一般就是每天早上上来，下午回去。啊，他在底下住，不住这上面的，这上面没人住。多大高龄啊，爷爷80多了。 81了， ？81，哦， 81岁了。哎，哇，那你身体很好啊，每天早上天靠这每天这么爬神位干，。嗯，靠神全国保菩萨佑。哦，全靠神保佑。哦，你们湖南哪里的？湖南郴州的。郴州的。对，哦，那爷爷是很有毅力啊，为什么你会坚持每天都来这里守庙，早上来，下午回去呢？哎，他文下午5点过6点钟都，最多6点，人多了6点5，人少了就是5点。那下雨他都要打着雨伞上来，上山啊，下雨了我打雨伞嘛，我天这边淋，天如此，每天这都上来。里淋不到的哇，哇，为什么爷爷你会有这个毅力啊？每天过来啊？哎，他文年为了要有这个毅力，天天都上来。这神位呢，他主要是来看这些神位，这我神啊，卖点香就是啊，照顾这些神位嘛，每天。哦，嗯，哇，太佩服了这种精神，哎，好佩服啊你这种精神。啊，他说佩服你，你精神好，天天都要上来。锻炼下了哇，快点，那边观音菩萨，这里阿几头，阿的，这里是观音老母。观音菩萨大点了嘛，观音菩萨、王母娘娘。这个是观音菩萨，啊，这个是地母娘娘，地母娘娘、哎，这里是财神，是财神、哎财神家的，还有是观音老母，观音老这母。是将军，这几个是将军，哎，这里是，哎呀，这里是财神，还是燃灯菩萨，燃灯佛、哎，还有是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。哎，这里要每年的7月初7，这上面热闹得很。哪天都闹人，啊，它七月最主要是初七是最热闹的。就牛郎织女嘛，这里就像一个鹊桥嘛。啊，对，确实。对，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就上来。这个手上绑着红，主要是什么意思啊？是红保佑的吧？啊，主要是保佑保佑的。你们的嘛？啊。你回家？啊，我姓李，木字李。你李呀？啊，李，姓李。李呀？对。哎，木子李。木字李。姓李了吧？对。啥保呀？你是李总啊？看吧。神瓜，神瓜，跟菩萨做因果，看啦，因果都喊你跟菩萨做一啊，不是跟我做一啊，喊挂了啊。阳光好。谢了，好，不谢了。年龄这么。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红房子呢，都是实木结构的。你看这些板、这些承重墙、承重柱了，都是一些实木的。然后里面呢也是供奉了各种菩萨和神像。往我们这边看一下。
看这啊，这不知道是哪位仙人还是将军啊。然后这边呢也是各种神像。哇，你们看，现在你看那些太阳照到这个石壁上，像不像西藏那边的日照金山的感觉？看，这边呢还有几尊石像，1、2、3、4、5个神像。在这上面的老爷爷呢，他说这几尊神像本来是想要打造出七仙女，但是后来呢，好像是因为什么原因啊，我有可能语言有点不通，我没太听懂那个爷爷说的意思。你们看这些神像，这些石像呢，上面都是披着红衣，可以看得出来呀。根据这些石头的纹理，已经能看得出来时间已经非常的久远了。上面都已经长了一些苔藓。哇，你们看这个岩壁，这里有一条弹缝，上面还有很多碎石，感觉很快就要塌了一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上这个天桥的底上去看看，上面是什么样的景色呢？你们看，这座庙宇的底上它是石棉瓦，然后上面还有2个狮子，中间的话有一个龙珠。这里呢，就是爬到这个天墙底下的唯一一条通道了。这条道路啊，非常的狭窄，旁边呢就是悬崖，所以啊，而且它是崎岖不平的，不是很好走。可以看到，这里呢也是凹凸不平的。这里旁边呢就是那个悬崖了，右边呢这里就是岩壁。可以看到，我们这里看上去呢，就可以看到那个桥洞的顶上。看这里呢，是一块功德碑。看。这爬上去的路呢，很明显就是人为走出的。
走到这里就很险，明显快到顶了。哇，你们看，我们现在走到这里呢，几乎就是登顶了。现在呢，你们看这里还有很多那些野菊花啊，好香啊！看见这边也有很多那些野菊花。看，这里呢还有一尊石像，这个石像是被红布给裹住了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可能这个是石像没有保存完好，然后用红布裹住吧。然后这边呢可以看到，它还有烧了一些烟火堆、香火堆啊。哇，你们看这边风景。这些连绵群山，然后下面呢还有一缕炊烟，刚好为这个更加有一点烟火气。然后这里的落日呢也照射下来，我觉得好有秋天的松弛感呀。站在这里呀，我也终于理解了明代贵州巡抚郭子章他曾盛赞这里的奇景，他将这里称为了贵州南部第一景观。他虽然官为巡抚了，但也却被这里的山水所折服，并留下诗句啦：“弥河表现3000里，足抵烟霞变九州。”好了，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也被这座天桥和庙宇相结合所震撼了，请务必点赞、收藏并关注三立星河图。下一期你想看我探索哪个世界不为人知的角落啦？好了，我是三立，星辰大海是征途，山川苦海意识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